这个男人是虚拟世界里的变态，他会把现实世界里的人杀死，然后夺取他们网络世界里的虚拟形象。为了调查这起案件，虚拟人气角色布吉帮助阿朱开办了线下聚会，引出凶手，却没想到计划失败，布吉惨遭凶手杀害。阿朱对此毫不知情，继续上线请求布吉的帮助，但却被毫不留情的赶走了。明知自己已经暴露，凶手却仍旧用着塔利斯曼的皮在网上活动。对方就算是个偷税愉悦犯也不是傻子，预测自己会暴露后改了全场的虚拟形象，如果没有事前准备根本办不到。也很生气，觉得这是对他们公安的挑衅，让知人追查塔利斯曼的访问记录。慎也则认为对方不会轻易露出破绽，他这里有一条在意的线索可以进行追查。老爹对这种虚拟形象还是不太能理解。阿朱解释，网络就像做菜用的刀和写字的纸一样，并无好坏之分，因为存在，所以他们接受并使用。老爹和阿朱谈起了哲学家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。两个猎人在森林中狩猎，他们是分别猎杀兔子，还是齐心协力捕捉更大的猎物？明显第二种是更加正确的判断，这就是人类的社会性。这世界的所有交流工具都是为了强化社会性而存在的，网络上也有这样的性质吗？通过反复观看布吉的录像，慎也终于发现了问题。上一次见面的时候，他称呼他们为公安，但这一次却是警察。慎也找了所有记录，发现布吉的过去几乎没有用过警察这个词，说明今天早上和阿朱对话的已经不是布吉了。他们追查的是冒用别人虚拟形象的杀人犯，这其中意味着什么？想必他们都知道。与此同时，也找到了犯罪操纵塔利斯曼的线下地址，但那只是被提前布置好的陷阱，只要有人进入房间就会触发爆炸。还好几人撤的及时，只有一也受了点伤。这时慎也打来电话，又有一人死亡了。慎也找到了布吉皮下监员的家，在下水道发现了碎尸，死法和叶山一样，而他的虚拟形象仍旧在网络上活动。推测死亡时间是今天凌晨，应该是线下聚会之后就遇害了。对于监员的死，阿朱很愧疚，觉得都是他把对方卷了进来。慎也问阿朱，把监员当作诱饵，强迫他帮忙，或者将他的情报泄露了吗？既然都没有，那他有什么过错？如果他们昨晚能抓住凶手，监员就不会死了。这是他们所有人的过错，现在只用想如何履行职责就好。众人回到分析室，继续拟定作战计划。支援发现一名82岁的老爷爷账号在虚拟社区出现，对方表示是给他的孙子挂名，但是他的孙子雄一早在半年前就去世了，而在他死后，他的虚拟形象仍旧在活动，也就是说在网络上出现了多个幽灵形象。先不说他操控多个虚拟形象的能力，这演技就够绝的了。那些被侵占的虚拟形象，别说穿帮，甚至比本人使用时更加受欢迎。明明有成千上万的用户，居然没人察觉出他们是假的，或者说这种东西本来就没有真假之分。网络上的偶像并非都仅靠自己的力量得到如今的地位，他们被粉丝的幻想捧上台，真实本性和真实身份以及作为偶像的理想形象并不相等。比起本人，倒不如说粉丝更能演绎出被期待的偶像。也就是说，凶手很有可能是这些虚拟形象的粉丝，能够完全熟知角色并模仿，而且还热衷于粉丝活动的人就是他们的目标。慎也让知人筛选出塔利斯曼交友社区常客滞留时间表格，当时因为塔利斯曼凭借下降而数据暴跌，不过以2个月前的一天作为节点又迅速恢复。就是在这一天，叶山被杀，塔利斯曼形象被篡夺，他们需要寻找的就是在这之后突然中断访问的人，因为一旦篡夺了虚拟人物，就没必要作为粉丝去访问他的交友网站了。通过对雄一和布吉的访问数据里轨迹相同的用户对比，目标人物很快被锁定，在虚拟运动运营公司工作的玉堂，而他最后一次色相检测是在4年前，之后甚至没有被街头扫描仪扫到过。从日常躲避装有扫描仪的场所来看，这个人绝对有问题。通过追查玉堂的访问记录，发现对方在几分钟前刚刚在一家酒店登陆过，也立刻下令兵分2路。阿朱带深野和老爹去酒店，他和秀星弥生去玉堂家，老爹随身带着1瓶酒，说这是对付违法全息投影的最好方法。3人闯入酒店房间，玉堂果然就在里面，他篡改了全息家具的布局，让警察陷入混乱，趁机逃走，被扭曲的全息投影挡住，深野也完全无法瞄准。这时老爹的酒就起了作用，配合打火机到处喷火，触发消防喷头，让全息投影失效。玉堂这个二五仔居然没有趁机逃跑，一看全息被破解，这才傻眼跑路。检测到身后的犯罪指数高达300多，支配者开启终极清除模式，玉堂也被慎也打爆了一条手臂，踉跄着逃回了自己家，放出了被他侵占的虚拟形象。对他这个重度宅男来说，虚拟人物才是最真实的存在，他会拼尽全力守护这份崇高，绝不允许任何人玷污。但就在这时，虚拟人物突然被白发男操控，他想要熟知所有虚拟人物形象，并能完美模仿玉堂本人的个性，所以他给玉堂找了个帮手，却发现他也不过如此。能够模仿所有人的他，结果连谁都不是，他是空洞虚无的，没有自己的面孔。随后精神陷入崩溃的玉堂被赶来的一野直接开枪射杀。一野夸赞阿朱这次做得很好，虽然这次犯人是慎也找出来的，执行官和罪犯有着一样的心理倾向，所以才能预测犯人的思维方式。被慎也鼓励和帮助的阿朱不认为慎也和玉堂是一种人，检察官和执行官划清界限，其实是用一野的血得出的教训。他曾经犯过错，失去了他的搭档，不希望阿朱也重蹈覆辙。一野将慎也的档案发给了阿朱，阿朱惊讶地发现慎也居然是原监察官，在公安局广域重要指定案件
件102的搜查中，犯罪系数急速上升。由于优先任务未接受治疗，导致犯罪系数超过规定值后降为执行官。一夜去找局长汇报近况，夸赞阿朱是个好苗子。检察官的任务非常艰巨，既要对付罪犯，还要面对精神扭曲的执行者。局长让一夜小心，千万不要重蹈他父亲的覆辙。英双女子学院正在进行莎士比亚第12页的鉴赏，但双马尾少女伟哥却在课上和人摸鱼聊天，还露出了少女怀春的笑容。阿朱去找了秀星，想要知道关于慎野的事。在秀星被录用的时候，慎野已经被降职了。只听说是慎野的一个执行官部下佐佐山在追击犯人的途中被杀，手段极其残忍。之后慎野的犯罪系数突然飙升，案子也成了无头案。慎野到现在似乎还在调查。阿朱又去问了智恩，那个案件被称为标本事件，所有经历过的人都印象深刻。那是用生物塑化技术制作的猎奇杀人案，凶手用树脂将切成一块块的尸体浸泡后做成标本，然后摆在豪华大街的全息灯饰背后。行人以为自己看到的是环境的全息投影，却没想到背后隐藏着可怕的尸体。发现真相后，血压力指数直接飙升4级。因为手法专业，当时所有的调查方向都集中于医药领域的专家身上。在这过程中，慎野手下的执行官佐佐山牺牲。结果之后在调查一个完全不相干的事件中，从一个高中教师藤间的公寓里搜出了生物塑化用的树脂。藤间失踪之后，犯罪就停止了，大家都认定藤间是凶手，但由于缺乏直接的证据，而且树脂是如何调配的也不得而知，到现在仍旧是个无头案。阿朱很心累，和闺蜜约会时疲惫都写在脸上，结果饭还没吃几口，又被一个紧急工作叫了回去。英双学院有一个女生失踪了，老师都被下了封口令，听说是为了不让学生感到不安。这个学校就是把多愁善感的青春期少女从社会隔离开，采用心理测量值不被污染的温室栽培法当做自己的卖点。美嘉正在和好友嘉贺讲学校里的怪谈，学院偶像王林梨花子走进了食堂，她长得非常漂亮，人也聪明，大家都很喜欢她。但美嘉却觉得梨花子有点吓人，对方的眼神很空洞。没想到话刚出口，梨花子就停在他们面前，邀请他们加入由他担任部长的美术社。放学之后，伟哥去见了梨花子，伟哥在被他的继父性骚扰，他不敢和妈妈说，心理状态非常的差。梨花子将他抱在怀里安慰，继续聊起了莎士比亚的话题。一野正在审讯金元，问他到底是从哪里得来的用来杀人的装置。金元拿到的无人机安全解除器和玉堂的全息投影篡改系统，可以确定来自同一个人。他们两个人之所以能实施犯罪，是因为得到了计算机犯罪专家的援助。但金元坚称自己是在某一天收到了快递寄来的装置，他根本不知道对方是谁。深野认为凶手是将杀意和手段凑在一起，重新制造犯罪。深野来到档案室翻找档案，他坚信这件事绝对和标本事件有关，有人在给无法消解杀意的人提供执行手段，从而把他们变成真正的杀人犯。一野认为深野太冲动，当时的树脂作案，而现在是电脑软件，明显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领域。但深野却说，技术员和中间人另有其人，有人在企图杀人的人和制作工具间的人牵线搭桥，那个人一定就是幕后黑手。佐佐山功败垂成，他努力了整整3年，就是为了找出真凶。第二天一早，保洁局发现中央喷泉塔的全息投影出了故障，停止了喷泉的投影。保洁发现喷泉的位置出现了一具非常诡异的人体塑像，而在梨花子身后，那个神秘的白发男再次出现。